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打开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那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2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康21岁，来自安徽学生；一菲20岁，来自安徽学生。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们的感情遇到了什么问题？他表面老实，内里花心，周边都是莺莺燕燕，他还特别理直气壮，就好像是我理亏一样。他强势，脾气大，我还说不过他。只要是我的异性朋友，他就视为情敌，根本不听我解释。你对你俩的未来有信心吗？没信心。我本来想着和他谈恋爱我会很轻松，但现在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我本来很有信心，但和他在一起总有一种疏离感，他总是给我分得很清楚，我也没安全感。今儿谁要来的呀？今天主要是我想来的。谈恋爱多长时间了？1年。咋认识的呀？我们2个都是大学同学，学的是一个专业。谁追的谁呀？主要是他追的我。我一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特别老实巴交的人，但是他中间经历一些很多事情，比如说联系他前女友啊，或者是说跟他的异性朋友都暧昧不清的，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花心的人。他怎么联系前女友的？就是有一次我们俩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我就突发奇想，女人的第六感，我就想看一眼他朋友圈里面官宣我的那条评论。我点进去之后，发现他屏蔽了3个人。是3个女生，问他一直都不说是谁。后面我才知道，那3个女生是他前女友的朋友。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没有屏蔽前女友呢？因为他已经跟前女友没有好友了。那他不就是说想在前女友那边立单身人设吗？想跟我分手之后，然后去跟他的前女友和好。那你是这么想的吗？不是，当时这么一个事儿，老师。不用讲当时什么事儿，你就是屏蔽了仨。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屏蔽这仨？细节骗不了人。点错了。什么？这怎么可能？因为当时他们3个人有一个分组。他当时就说，他跟前女友谈的时候，把他3个女生放进一个分组里面，本来是想屏蔽老师的。他给我的理由，给我的借口就说点错了，最后把这3个女生点进去了。现在结果就是老师也没屏蔽，就是点错了。那你这一句点错了，你说我们能说啥呀？就眼神不好吗？眼神不好，所以看上你了吗，姑娘？接着说吧。那还有啥？还有当时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他在看 QQ， 我就发现他那个联系好友里面有一个叫七夕的女生，于是我又点开他那个好友添加，发现这个女生加了他很多次，中途他们还删了一次。那个女生给他最后一句话回复的是"老地方见"，然后我就直接问他，我说那这个女生是不是你前女友？他就说是的，最后承认了。我就很生气，我说那你们不是见面了吗？但他一直都说没有见面，没有见面。后面的做法也特别的让我生气，他就直接把那个女生给删了，然后我最后还是没有看见聊天记录。先销毁证据。对，就是我觉得前女友又不是仇人，那有必要就是闹的那种老死不相往来那种吗？那你微信为什么和人家不是好友呢？因为当时他只加我 QQ 了，因为我知道加微信的话误会更解释不开了那种。不是这个道理，你刚才说没必要老死不相往来，互为敌人。是的，那你们2个人为什么微信就把好友删了呢？你不至于老死不相往来吗？因为之前是微信 QQ 都删了，然后到后面他是通过 QQ 来加我的。你们就没人好奇一下老地方是哪儿吗？老地方就是我们之前平时经常见面那个一个桥上，他给我发的信息我都没有回应，是他一直给我发信息。他知道你现在有女朋友了？知道，微信朋友圈都发过他。你不是把他朋友屏蔽了吗？但是还有其他朋友啊，只是那几个女生，就是我们共同好友其实挺多的。那行，前女友的事先放这儿了啊，就这个是你们俩中间的一个结儿，对吧？除了前女友，你说他还怎么就是跟异性怎么了？关系不清不楚的。不清不楚，这是咋回事啊？我和我闺蜜是从初中就认识到现在嘛，玩都特别好，而且我就她一个闺蜜。然后呢，她通过我认识了我的闺蜜。我在给我闺蜜买奶茶的时候，她说她知道我闺蜜喜欢喝什么，我不知道我闺蜜喜欢喝什么，我觉得很搞笑啊！我跟我闺蜜玩这么长时间了，我还能不知道她喜欢喝什么吗？她又说我点的不行，然后他们2个还私底下一起打游戏，不让我知道。后面还是我看她那个
游戏的那个聊天记录才发现的。你的闺蜜也挺有意思的，跟你男朋友打游戏不跟你说的吗？这叫闺蜜吗？她说这个事儿根本就不是这个事实，是另外一个回事。点奶茶这个事儿是因为她跟她闺蜜去商场逛街嘛，然后把我喊一起，然后她们口渴了，我想点个奶茶很正常嘛。然后正好我这个人比较细心嘛，就不止她闺蜜喜欢喝什么，就连我同班同学每一个人我都知道她们喜欢喝什么。所以说她跟别的女生异性关系不明确呀。因为她闺蜜之前发过一个朋友圈，她发那个一个奶茶，正好那个奶茶是我喜欢喝的一个口味，然后我就记住了，就这么事儿。发了个朋友圈自己喝的奶茶，她就记住了啊。这是证明啥？记性好？打游戏那个事儿，不是我跟她闺蜜打游戏，是当时我一个室友一个哥们儿，她对那个她的闺蜜有点意思，然后她的闺蜜对我那个兄弟也有点意思，然后我想着我们三个打同一款游戏，就一起打嘛，正好在游戏里面帮他们凑合。那这事儿你闺蜜咋没跟你说呢？不是，他们俩关键是最后也没有成啊。她在中间当第三方，我觉得她跟我的闺蜜关系反而越来越近了。哦，没有这样的事儿啊，是从那次以后就跟你闺蜜没有联系过了。因为他们俩没成，你已经没有理由再跟她联系了呀。那她如果还想喝奶茶的话，你不还是要给她点吗？他们俩的关系就是不清不楚啊，跟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呀。还有谁除了你的闺蜜？还有啊，当时她过生日嘛，因为我过生日就是我跟她2个人一起过，但是她过生日的时候叫来一堆的朋友，而且是女生多于男生的。吃饭中途的时候，她就出去接个电话嘛，然后我说她接电话接了20多分钟都没有回来，我说我去出去看她怎么回事。结果出去一看，发现她打电话安慰她的女兄弟，就等于说给她的女兄弟，所谓的女兄弟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而且态度也是非常的那个轻声细语啊，就是说什么啊你不要难过啊，怎么样，特别的不清不楚。关键是这个女兄弟在天气冷的时候还送她一条围巾。就她口中那个女兄弟是跟我一个最好的哥们儿，他俩谈了7年，然后当时是我过生日的时候，他们外地嘛，然后他俩吵架了，吵挺严重的，就是需要我来调和，因为我是他们俩共同的朋友。他是送了你一条奢侈品的围巾。对，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因为我们那个圈子就是这样的。他上次过生日的时候，我送他一个手表，也挺贵的。然后我过生日，你送你兄弟的女朋友手表，你兄弟不说你吗？不说我，因为很正常，我们这个就这样的。就他们互相关心，互相送礼啊，我觉得很奇怪啊。而且在那个女生难过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男朋友，想到的是我男朋友。但关系好是关系好，就是很正常的朋友，没有什么过分的行为，就是不可能就是牵个手。这还不过分吗？这还不过分吗？那还要什么过分呢？难道非要你们牵手了、拥抱了、亲吻了之后才算过分吗？在你过生日当天打电话安慰他半个多小时，已经是一个很过分的事情了呀。那还需要怎么过分呢？那女孩你怎么不分手啊？我跟他分手，然后他后面又会求我过来复合说他一定会改，也没有改呀。现在跟女兄弟还这么亲密吗？没有啊，就从他那个事儿以后就没有了。老师，我想说，他说我跟异性不清不楚啊，但是他跟我可清楚了。你又说这个事儿，他怎么跟你可清楚了？就是我们平时出去玩嘛，吃饭，然后旅游什么东西得花钱嘛。他是那种，比如说我们去吃一个50块钱的小吃，他回家以后要转25块钱给我，多好啊！这样没有把我当他的男朋友，亲兄弟才明算账呀。他这个想法很有问题啊。就是人家跟你谈恋爱，我不想占你便宜啊，咱俩一起出去吃饭 AA 有毛病吗？我觉得很有毛病，因为我觉得男人嘛，担当和责任应该多一点。哦，那是你们2个人的恋爱观或者说价值观不同。从小就是我爸妈就告诉我说，你不要占别人的便宜，别人给你，比如说送你什么礼物，你也要送回去。那如果说我不在这个金钱方面跟他 AA， 那我肯定要在别的方面更加付出一点什么。但我不想这样，我不想依附于他，这样还不好吗？但他这个行为让我也很丢脸啊！就是有时候他给我转钱的时候，我兄弟看见了，他们就会说啊，你还收女生的钱啊？你是不是男的？就这么说我。那是你面子重要吧？你在意的不是他给你转不转钱，你在意的是你的面子丢了吧？这个非常好呀，他没有物质呀。我觉得这女生的这个品质特别的好啊！我不占你的便宜，他只要你的感情，不要你的金钱呀，非常好呀，不功利，不势利，不世俗。这姑娘教育的多好啊！这有什么可丢脸的？我觉得男生我正好条件好一点，我多花点钱很正常，没有什么。那你是你挣的吗？那是你爸你妈的钱。对啊，我觉得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大言不惭的说我条件好，我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今天谁要来？
今天是我要来，就是我希望他可以跟异性的关系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分寸感和边界感，包括他花钱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价值观不同，但是我觉得毕竟我们俩也谈这么久了，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的，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他的。我希望不要把钱花在比如说花这么贵重的物品送给他的女兄弟啊什么的，我觉得说白了就是边界感清晰，对吧？对，然后平时花钱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就是那么大手大脚的。你有什么要？我再说一遍，我跟女生之间没有任何的不清不楚的关系，所以不存在什么花心。然后我希望的是，她有时候能改一改她那个，就是有时候不听我说话，就比如说我说2句话给我打断，我觉得很不尊重我。因为你说的话，小伙子，为什么我也打断你？你张嘴就说瞎话，你说不打断，你打断谁呀？你上来你就说我点错了，你问问在座的所有人，信不信点错了？来，我不太信。好，来，同样是男性啊，来，小恒，你信他点错了吗？说实话，不太信。来，你问于老师信吗？我不信。任律信吗？我绝对不信。来，2位老师信吗？不信。所以就是你说你这怎么不打断你呢？你要怎么着？你要让你女朋友变啥？就是说以后不打断你说话，听你说。还有一点就是希望他跟我之间不要算的那么清楚。他要是就跟你这么算 AA 算的话，你跟他分手吗？不会分手，但是我跟他说过很多这个问题。他这是他的习惯，他改不了。你能接受吗？我能接受，但是不能接受这样每一笔都跟我算得很清楚的这样。那不就还是奔着分手去吗？那人家就是要每一笔都给你算清楚，我不想欠你一分一毫。那我接受不了。接受不了啊！好，小恒和小李，你们2个人对他们1年的感情有什么想说的吗？我觉得男生他连就是他闺蜜喝什么奶茶这么细心都能记得，但是女生的那些细心他反而没记得，我不知道该说他细心还是不细心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蛮矛盾的吧。哎，这是哈，该细心的时候没细心，不该细心的时候一直挺细心的哈。来，小恒呢？我觉得吧，女生的这个价值观挺好的，这个男生接受不了这个事儿，反正我是能接受的。就像女生说的，表面老实并不代表着内心真诚，在感情当中，专一和忠诚它就是最基本的品质。虽然我们没有证据说你在这一方面一定已经践踏了忠诚和专一，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你的异性缘好，你确实是来者不拒。当然来者不拒并不是说2个人去发展感情，至少已经让他没有安全感。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男性也是异性缘很好，但您去看他们万花丛中过，偏叶不沾身，因为身边有一个爱你的女人，这是你需要珍惜的。你也明白爱情最关键的它就是具有排他性，因为你的没有边界感已经让他深深的受到刺痛了。他很纯粹，他和你之间就是想要的是感情，这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当中弥足珍贵的。她看重的不是你的家境，是你的为人和你对她的爱。但现在你的为人她已经迷茫了，至少她已经质疑了。如果还需要继续这段感情，你是必须做出改变的。我想这些改变不难，男人只要克制自己，而且真心真诚的去对待自己的女友，我想你还是能够成为他喜欢的那个男人。先说男士啊，第一个呢是联系前女友，第2点呢是与现任女友之外的异性不清不楚，第3点是和这个你女朋友的闺蜜保持过密的联系，第4点呢是这样，还和你这个女兄弟这个过度的关心。我问一下女生是这4点是吧？是的。刚才听男生说了，比如说和前女友也不联系了，对吧？和闺蜜呢也保持良好的这个边界感。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要看到你的实际行动，尤其是实质性的改变，而且这个能保持多长久，我要打一个问号。我相信现在今天女生来也是基于这一点，那就接下来看吧，看你下一步的具体的怎么落实了。我觉得这么好的女朋友啊，你打着灯笼都找不到。AA 制怎么了 ？AA 制现在也是我们的一种合法合理的方式呀。AA 制，你别说婚前 AA 制，婚中还可以 AA 制呀，还可以部分 AA 制，都可以啊，这都是合理的，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呀。你看夫妻之间的财产，部分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全部共同所有都是合法的呀。你为什么排除这样的呢？你到底是找一个善良的女朋友好，还是你那个面子重要啊？我觉得你应该感到幸福呀。我倒赞成你们现在保持 AA 制，更主要是这个钱不是你自己挣的，我不知道你的自信和面子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对吧？如果说你现在你有稳定的收入，那是另当别论了，所以你这个观念得改。第三点是这样的，你们让现实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呢？你让这个女孩不安心，你让你的伴侣放心，这才是你们正常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状态，也是你们双方各自应尽的责任。他不放心不安心，他将来他就不可能有个稳定的未来啊。我就谈这3点。好，谢谢任律。那大家如果想要更多的了解任占敏律师的观众朋友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就是去关注一下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公众号，大家遇到了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去请教任律。首先，我觉得对于小康来说，他可能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亦菲这样的女孩，正直善良，底线很高。就我相信这个姑娘吸引你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她跟你那个圈子的女生完全不一样。所以呢，你和她交往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发现，因为她的底线高，原则性强，她不好糊弄。前女友、前女友的朋友们啊，女兄弟等等一系列的事儿，可能这些事儿在你过去的前女友那儿都可以买一个包包、买个礼物就消化掉了，但这个女生不一样。你必须要说清楚，或者甚至我要跟你分手。所以这是你们在磨合的一个过程，你在慢慢的发现这个女孩身上优秀的一些特质。如果你觉得这个女孩是值得你珍惜的，就请你不要用对待以前前女友的那些方式来对待这个女孩。你在之前的恋爱当中可以朝三暮四，可以莺莺燕燕，但是这个女孩底线很高，原则很强，她是不接受的。第二点，对于你们说到的消费观，就是你给她花钱，她不接受的人，她一定要 AA 这件事情，这其实满足的是你自己的虚荣心。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男人，你出去跟哥们儿吹牛有面子，看见了吗？我女朋友我养的，但是对不起兄弟，你女朋友是靠你爸妈养的，不是你，所以这没什么好跟哥们儿吹牛的。这反而是这个女孩身上跟其他的你那个圈子女孩最不一样的地方，她很独立，她的家教很好，我觉得恰恰是这一点反而是你应该要珍惜的。他不要占你一分一毫的便宜，但是因为我了解，在你看来，你觉得不占便宜就不亲近，对不对？好像就像外人一样。但真正把你当自己人的那些兄弟姐妹们，你的前女友们，哪一个不是把你当提款机呢？你是要一个跟你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女朋友，还是要一个跟你只谈感情，除了感情什么都不谈的女朋友？我觉得他吸引你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些，你要让他把这些改变了，或者他要真的变了，那他跟你曾经那些女朋友没啥区别。就这样，就这样啊，就是我们说我们谈一个恋爱，然后如果就改变我原来习惯的一切，这个代价很大，难度很大。原来咱们习惯什么了呢？原来咱们习惯他来花我的钱，我很习惯。他花了我的钱之后，他没有什么毛病，我很习惯，他就不找麻烦了。然后让我很有面子，我很习惯，这是我习惯的，因为我有。这不是说咱不对，咱有不代表咱不对。你改得了吗？所有这些习惯你都改了，意味着你得剔除一个人际圈子。你要剔除了那个人际圈子，你没朋友了，
对吧？然后呢，对于亦菲来说，我倒觉得你挺容易的，你可留神啊，因为你很可能有一天坚持不住，你就变成那种行为模式了，所以你坚持的很累。二位真合适吗？你们俩要都不变，谁看谁都不顺眼。你们俩要有一方变，变的这个人都是伤筋动骨。你们真合适吗？想想这事儿，咱们不说谁对谁不对，就是我有，不代表我有罪。我爸就给我了，关我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没有说你不好啊，但是真要你们两个以后走在一块儿，很难习惯，彼此习惯。小伙子，我换一个角度帮你分析，你不接受这个女孩凡事都跟你 AA 制的这种做法。我觉得你不是不喜欢她的这种独立，你是不接受她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的随时可以离开你的底气。而那些能接受你花几万块钱、几千块钱买奢侈品的女孩子，其实在你那里你获得的不是优越感，而是你对一段关系的掌控。你要知道，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奋力的去托举你的人生，给你这么多的资本，让你可以去支撑你的人生开销啊，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其实同样作为父母，我们都觉得托举自己的孩子，这是做父母发自内心的一种力量。但是我们托举你是为了给你人生底气，但是并不是你自己创造的人生底气。所以其实你们两个人真正出现问题的是从三观上没有办法，我们不说接纳吧，我们至少可以做到尊重。你们可以尝试着去尊重对方和你不一样的三观，然后再看看我们能不能朝前再走一段。但如果连三观都不尝试去尊重，就根本无从谈起去改变和接纳，因为那个命题更大。也谢谢你们二位啊，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人坐那儿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换上第二组嘉宾，谢谢你们。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恒25岁，来自河北待业；小李23岁，来自山西证券公司。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问题呢？你觉得你们的感情问题大吗？问题很大，他失业后就躺平摆烂，没责任感，没担当，也不哄我开心了。现在他什么也给我提供不了。我觉得还行，只要他别想控制我，别动不动就冷暴力，别动手没轻没重的，我还是挺爱他的。你想和对方走下去吗？还是想的，毕竟他是我的初恋，我奔赴他来到北京，如果他能做到网恋时那么好，我也不会对他那么失望。想啊，我俩网恋1年，现实在一起1年不容易，但他总想我这想我那，当着外人面还不给我面子，希望他别对我要求那么高。网上认识的哈？对，当时网恋的时候你们分别都在哪儿啊？我在山西，你在河北。我当时在北京工作呢还。什么时候你奔他来到北京了？我们网恋1年之后，然后我就奔赴他。对，奔赴他之后，然后奔现1年，然后在一起目前来说是2年了。现在是他离开北京了，相当于你在北京待着了。对。你们现在异地多长时间了？异地有半年了。你刚才小票里面说他什么失业后就躺平了，摆烂。对，因为我感觉他跟我网恋的时候他特别有担当，而且对我们俩的未来规划的也特别好，让我觉得特别期待。结果奔现之后，我发现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判若两人。我跟他在一起没多久，他失业了。失业之后，他就在家里打游戏、睡觉，一躺就2、3个月。我想着也该找找工作了，然后我就催他，结果他特讨厌我催，然后我就想，那我给你找工作吧。他因为这事儿跟我吵了一架。我平常是做轮滑教练的，我这工作呢，他不是很好找，一时半会儿在网上也找不着。哪有一个人说我喜欢轮滑，我就跟轮滑一辈子了？我也不是说一辈子，但我这个阶段，我现在就想做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一时半会儿找不着，然后他不干，他着急了，他就得给我找工作。老师，你知道他给我找啥工作吗？他让我去小区当保安。那小区保安多好啊，还轻松，那没事了，他还能做自己的事情，我觉得挺好的。不是，那你的意思我现在只能当保安吗？保安怎么了？对呀，
保安也是个正常职业，他又不嫌弃你。我不嫌弃，我觉得他当保安，他又能赚钱，他没事还做自己的事情，两全其美，他一点格局没有。而且在社区里做保安，教孩子轮滑，多好。那你不上班，你靠什么生活呢？老师，这样我之前呢也工作了一段时间，身上也是攒了一些积蓄吧，也不多，但是也够我。吃老本呗。对，可以这么说。就因为这个事儿，他跟我吵架，然后他回去老家了，我一个人在北京。那现在回老家有工作吗？他就在家里躺平打游戏。回老家彻底是躺着了啊，就打游戏啊，睡觉没事儿。然后我一个人在北京，我多没安全感啊！但你北京的工作如鱼得水，我在北京工作非常稳定。男生你咋想的呀？我就想着工作很长时间，我这趁着没工作的时候，我想休息休息放松一下。你休息多长时间了？2个多月了。他刚才不是说你3、4个月了吗？差不多嘛，就一直躺平。对，然后我一个人在北京，我们之前是平摊房租的，然后现在成我一个人付全部房租。然后他回去之后，我还得2头跑，我就觉得可累了。老师，他说我手头紧，我手头紧，我也没花他钱，出去吃饭、约会什么的也都是我花大头。这不应该的吗？你还说？那应该的我也照做了，你对我还有啥不满意的？那也不能天天在家里无所事事、躺平摆烂、打游戏吧？不是，咱是饿肚子了吗，姑娘？我是觉得我压力大，因为北京生活成本很高。那你就回老家不就完了吗？我想着我奔着他来的，而且还是初恋。我觉得挺不容易的，要不然你去他的家乡的那个城市啊？可是我觉得我目前工作很稳定，我还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所以就是你喜欢你现在在北京的状态，你就别老觉得我在北京是为了他呀。可是他之前跟我说的特别好，对我们未来都特别有规划。现在他一个人都没有规划，更别说我们2个人了。你是特着急有规划吗？我觉得有规划会更好一些。你觉得你男朋友状态比你轻松多了吗？是的，因为他休息2个月这事儿是犯天条了。但是让我觉得很累。他除了不工作这事儿，他对你怎么样？对我也不耐烦，和没有以前好了也。我之前有一次上班，我觉得我特别不舒服，因为我又感冒，我又来生理期，我特别难受。我说我找空闲时间让他安慰一下我，结果他看不出来。他特不耐烦，他说：“你不上班了吗？下班再说呗。”我就特生气，我就觉得他不在乎我，也不重视我。那天我也跟他说了，我跟我朋友早就约好那天一起打游戏，而且打的是那种就多人配合的游戏，没办法中途离开。而且我打完游戏之后，我第一时间去找他，我问他为什么要生气，我就觉得因为这点事情没必要生气啊。我就觉得挺委屈的，我那会儿可不好受了，他还那样不耐烦。你不好受，你可以跟我说，我又不知道你到底当时什么状况哦，我猜不对你还生气。老师，我就觉得他是毒鸡汤看多了，你知道吗？他总是想让我在他只言片语中看到他现在是什么情绪、什么状态，那怎么可能呢？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而且那天我知道他生理期不舒服以后，我特意从我河北老家跑回北京。我去他公司等他接他下班，我心想着等他下班了以后，我哄哄他也就好了。没想到我是又哄我又求他，我也跟他道歉，没有用，他就拒绝跟我沟通。我真挺烦他这样的。我就想着，我都生气，我不爱说话，我还有错了。不说话咱们怎么沟通？不沟通解决问题，咱们还怎么处？你不保护我，我怎么跟你沟通？还有老师，我觉得他这个人，他特别的人格分裂，他总是对我冷暴力，一句话说不对他就不理我了。然后最长他1个礼拜都不跟我说话。1个礼拜不理你，不知道啥事儿吗？那天我生日，他都不记得了，啥也没表示，一句生日快乐都没有。最后我是不是把生日礼物给你补上了？是不是也给你道歉了？主要这是不放有意思吗？不是，你俩才在一起2年，你就把人家生日忘了？那补的和过的能一样吗？错过时机了。那我也跟他很认真的道过歉了。道歉有啥用？那还能怎么样？我就想让他重视我一下，多哄哄我。道歉不算重视啊？不算。他脾气真的太不好了。有一次因为什么？因为我在手机上看我的轮滑装备，我想买点东西，然后他过来了，他说他也想看手机，我就想着逗他玩嘛，我就把手机扣起来没给他看。他就以为我真有啥不能给他看的东西，又跟我生气。那你让他看一下不就行了？情侣之间开玩笑嘛，我没给他看。后来我给他看了，他不看了，说什么都不看了。还有一次我带他跟我朋友一起打麻将，
刚开始打的时候，他就在那儿问东问西的，我一边要整理牌，我还得一边回答他问题就是当时态度可能不太好吧，他又跟我生气了，我就觉得他因为什么事情都能跟我生气，什么事情都能跟我冷战。他除了跟你冷战，他生气的时候还会怎么？会跟你吵吗？他拒绝沟通，他什么都不跟我说，我问他啥他都不跟我说。老师，我觉得那都不是小事儿，我生日他都能忘了啊。那他买轮滑装备，那有啥好逗我的啊？那我跟他朋友一起打麻将，我新手，我不懂那规则，我说我问问他吧，他特不耐烦，我就想着有啥好不耐烦的呀？你要是觉得我不耐烦，你跟我说，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好吗？老师他就这样，他一直拒绝跟我沟通，我一直跟他说了，沟通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他不听，他就一直在那儿憋着，那一直憋着对我们两个人都没好处啊。我就心想，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先跟他道歉，每次都是他不理我呢？我真受不了。当时我跟他提分手了，提完分手以后，他才愿意跟我沟通，他才愿意承认他也是有问题的。我当时我就觉得他都哄我怎么了？不是姑娘，你不说话，你让别人怎么哄你啊？就是你总得让哄你的人知道他该从哪儿哄，该哄哪个点吧。老师，后来我们沟通是多了点儿，他对我冷暴力也少了，也减少了。但是老师，他现在开始对我热暴力了。啥叫热暴力？他现在特别爱跟我动手啊！他打你啊？对，他打我。怎么打你？就又掐我又拧我的，就一句话说不对，我他啪一下就上来了。而且有时候吧，明明知道那是开玩笑，那是假的，就是不认真的话嘛，他还是就是控制不好自己的手的力度，现在弄得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那我没注意嘛。你还手吗？我怎么可能还手？我男人我怎么还手啊？这是。对呀。你下死手啊！我生气了，然后当时根本就啥也顾不上了就。而且老师特别有一次，我带他跟我朋友一起出去玩嘛，逛街聊天，聊着聊着，我都不知道是哪句话没说对，啪一嘴巴就上来了，拍我脸上特别响，给我朋友都看懵了。我当时我脸上也是挂不住了，我就说有病吗？有必要吗？那么打我？你不是接受不了冷暴力了吗？那打人亲骂晒的啊！你说的不对了，我不憋你还不乐意了？那也不能当着我朋友面那么打我吧？你让我朋友怎么看？多没面子的事儿！他们爱怎么看怎么，那是咱俩的事儿。还有老师，我觉得他这个人控制欲特别强，就平时生活中他让我洗个衣服、晾个衣服啥的，我就得必须去，只要我不去，或者说我去晚了一点儿，马上就生气了。还有出去吃个饭，也就1-2个小时吧，也没弄脏衣服，也没出汗啥的，回来我就必须得洗个澡，不洗澡还跟我生气。还有老师，我这个人就是平常比较念旧，我就是喜欢在我房间里留一些小时候的东西，留着当个回忆嘛。破了的衣服我就穿着身上穿着舒服，就留在家里当个睡衣穿，这他都接受不了，非得让我扔。最后我实在受不了，我听他的扔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也不舒服，那是我自己的东西。那主要是因为老师，是因为我有洁癖，我跟他说过了，那东西都旧了破了，那是人家的回忆，主要那看着也不舒服，旧的不去，那新的也不来。不舒服，对人家来说，人家专门留下来儿时的东西和一些旧的东西，这是人家的习惯，你为什么要强迫别人改变呢？因为他你有洁癖，你自己洁癖你自己不就完了吗？你有洁癖，你别找对象啊。而且有一次就是他真跟我说急了。然后我也是跟他开玩笑说了句，等你旧了我把你扔了呗，还是跟我生气。你看他说的是人话吗？他合适吗这？你还有啥要说你男朋友的吗？我觉得他这个人还不守时。我之前有一次提前1个星期呢，跟他约好了说出去约会，地点也定好了，我不知道他重不重视。我那天打扮得特别漂亮，然后我就到地方了，看他们人没来，我说那我就打个电话吧。我打了1个小时，一点不夸张，1个也没接。然后我就等到下午了，他才来。给我解释说，发小来了，好不容易过来，所以他这会儿才来。我一听我就知道他瞎编的，发小来了，1个电话都打不了吗？那我不跟你道歉了吗？我是睡晚了，我跟你道歉了呀。今天你俩谁要来的呀？我要来的。你想解决什么问题？我就想让他像以前一样，网恋的时候就是多在乎我。怎么在乎你？比如你提几个具体的要求。因为就像之前网恋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失眠，失眠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睡不着，他都能记得，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连着麦，然后哄我睡觉，对我蛮有耐心的。而且
之前也说了，对未来我们2个人共同的未来特别有规划，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一地鸡毛让我感觉，而且很累。我还是为了他从我老家特意过来的，回去的话我就觉得，所以我想让他改一改。让他改什么？让他改改，他不耐烦，让他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就必须要回到北京是吧？对，因为我觉得我目前来说很稳定。他如果一直这样，你会分手吗？我接受不了他一直这样躺平。他暂时就是找不到工作，可能半年1年就是这样的状态。但是也可以，其他的工作也可以。不行，你要分手吗？我要。好，来，小恒，你有什么要求？我就觉得相处这1年，他对我要求是越来越高了，他总是想控制我，对我控制欲越来越强。但是除了这些以外，其他的我还觉得他这个人还是不错的，所以我就看能不能把这些事情改一改，就算不能全改，但是减轻一下嘛。最重要的改哪个？控制欲这个事儿吧。什么叫控制欲？比如不能管你什么？也不是不能管我啥，就是他说了我就得必须去，不去就生气这个事儿。因为我也有我自己的生活节奏嘛。所以就是尊重你个人意见，对吧？对。如果他做不到呢？他要这做不到的话，那我确实也接受不了了。你也要分手是吧？对。你还会回到北京去吗？我在找工作，如果我找到合适的话，我肯定还是会去北京的。哦，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你打算怎么办呢？这个还没想好。就是你给自己的那个期限是多长时间？比如说，我再花几个月，就在这个轮滑的这个上面找。如果找不到的话，我就转变我自己的目标。哦，没有具体的规划，但是老师也就按照您这样所说的，我也是差不多也是这样想的。要是上海找一个有轮滑的工作呢，给的薪水挺高，发展前景挺好，但这地儿就在上海，但是那样就离他太远了。所以就是来问我们该怎么办的，是吧？对。好，那先问问小康和亦菲吧。你们听完他俩的这个故事，有啥想说的？我觉得这个女生是一个比较有规划的人。女生可能想着，我每天上班这么累，一回到家就看见你在打游戏，其实是内心上的一个不平衡，导致他们俩才会这么一地鸡毛。如果2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干，都有自己事情要忙的话，大家就会更加的相互理解吧。其实他们2个，我都是认为这些小矛盾只是小的事情。我觉得如果2个月不工作的话，就代表这个男生没有责任心，没有担当。男生摆烂，暂时的失业不可怕，可怕的失业以后，自己把自己沦为了摆烂族，游戏成为了他的主战场。在女生眼里，这是自甘堕落。但是你有没有去思考一个问题？他是一个轮滑教练，他在北京找工作的可能性更大，他为什么要回老家？难道仅仅是因为失业而逃离吗？我更多认为他是感情的逃离。你刚才说了，他反感你的冷暴力，你现在采取热暴力，难道恋爱感情只剩下暴力了吗？只是他真的接受不了你了。他认为老家才是他亲近的地方，他安全的地方。所以你们现在2个人需要正视你们这段感情出现了问题，而并不是纯粹的女生认为我是为你好，希望你振作，不要摆烂。他现在摆烂的不仅仅是职业上，他是在感情上摆烂了，就等着你主动的说分手了。所以我在想，你们今天即便在爱情保卫战最后决定分手，也没什么，是双方都放下了自己，也放过了自己。先问你们俩一个共同的问题，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你们这个从网络世界到现实社会，你们真正的这种转变是在哪里吗？其实你刚才说出了答案，真正的转折点是因为男士他的工作不稳定，他没有稳定的收入，所以给你带来了焦虑和压力，让你感觉到不安，所以你的情绪会发生波动，你处理的方式会从冷到热，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所以呢，我要跟男士先说什么呢？一个成熟的男人啊，首先要区分什么是娱乐，什么是生活。你打游戏我支持，
但是呢，那是下班之后的消遣，不能成为1到2个月的一个主要生活方式。因为你这个状态不是影响你，你当然啊，你说我又没有和你结婚，对吧？我想干什么是干什么，这是合法的，但是你会影响他的状态，你们俩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这是我第一点啊。第二点是这样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过程中啊，用你的话是，女生对你的要求越来越高，控制欲越来越强，处理的方式从冷暴力到热暴力，对吧？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你们的经济地位在2个人关系中的现实体现。你刚才说你要获得尊重，别人对你尊重不尊重，不取决于别人，而取决于你。如果你要做出一个只有你自己发生了改变，那别人才会，包括伴侣，包括周边的人，那才会尊重你啊。我想你如果在家里再躺个3、4个月不出来工作，你别说你获得尊重，你可能会换来的就是分手，不可能有尊重的。第3点是这样，说给女生的，冷暴力，你这个持续时间长了之后啊，那个矛盾啊只会激发。刚才男生说的很对，因为他不能猜，就是你这种处理方式的话，你就是再换一个男朋友，如果你自己不改变，也很难再相处下去。但你有一点我能理解你，你刚才说，你说你的男朋友即使做保安，你也不嫌弃他，是吧？我认为什么？让你积极起来，振作起来。但是处理方式，冷没有把握好度，热也没有把握好度。所以说，我觉得你调整一下自己，你改变一下自己，我觉得你们将来走下去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好，谢谢任律。那想要更多的了解任占敏律师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联系任律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就大家去关注一下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公众号，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请教。首先，小李想要回到过去，像刚刚开始恋爱那样，不可能，恋爱它就是一条下坡路，它怎么可能回到过去呢？你现在之所以这么拧巴，是因为你发现这个人和你的预期不符，或者说和他自己所描绘的那个自己不符。但是你呢，已经产生了沉没成本。这个沉没成本包括你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他成为了你的初恋。所以现在你不是不想分手，是你分不了这个手，因为你觉得我已经付出这么多了，我现在分手了，我就前功尽弃了。但是这个人明明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就是你已经发现这个男人身上有很多很多是你自己接受不了的点，然后你用的方法就是发泄自己的情绪，要不然就是冷暴力、发脾气、打他。所以你的离不开其实是在跟自己较劲儿，跟这个沉没成本较劲儿。你从山西老家来北京，你觉得是为爱奔赴，在我看来，我觉得你来到了一个更大更广阔的舞台呀。你现在的工作稳定，过得也很开心，只不过是你当初来的那个理由和驱动力发生了改变而已。但是这能证明你是一个有能力的女孩啊，你可以过得很好啊。那当初那个驱动力有那么重要吗？所以为什么要纠结那个呢？再一点，就女生们对于爱情的幻想都是，哎呀，爱情浓度越来越高，我们2个人情感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但是我跟你说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男人在恋爱当中，他就是从一个高点到低点，而女人在恋爱过程当中就是从低点到高点。他的激情用完了，他的那些骗术用完了，哄你的话术用完了，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再继续了。但你不一样，你是慢慢一开始被哄着被骗着，然后上了贼船了，然后你想要好好的往远航，结果发现船漏水。但是你努力想要修补这艘船，你修补不了。我觉得放轻松点，合适就在一起。如果这个感情已经让你很累了，这个男人你又像养孩子一样去养他，要去管他，还要帮他操持工作的话，他又不服管，你干嘛何必20多岁把自己搞得像40、50岁的老女人一样，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看看自己拥有的啊，不是你的，失去的都是过客啊，留下的才是人生。我问一下小芳，当初他从那个山西来北京，是你给他什么承诺了吗？我就说你
来北京先住着，先找工作，找不到的话，我也可以先养着你啊。然后人家找着工作了，他没找着之前，你养没养人家？就我花的更多嘛。啊，你花的更多。我问一下，你当初从山西来北京的时候，他负担生活负担了多久？我们是 AA 平摊的。哎，你说假话了啊！人家说人来到这儿跟你 AA 平摊，不是你付的更多，是生活上，就是他说的是房租啊，生活上他负担的多，他负担了多久？你告诉我。就根本就没多久，然后他就跟他商量没商量过？你在家歇着归歇着啊，说好了房租 AA 平摊，他现在给吗？没有。怎么不给了？因为我现在没工作，可负担有点大吧。也就是说，你答应了的给的，你没给是吗？我是愿意给的，但是现在比较困难。那你不找工作去，或者你跟我说分手也行。来，你不能说咱们说好了这个房租是 AA， 现在你失业了，你也不找工作，在家打游戏，我着急，你说我不对，这个没劲了，对吗？对。那你现在不找工作是不是个错？既然你明明给不起这个房租了，是你现在说分手你都不错，没人要求必须你们两个奔了线之后就必须得结婚，对不对？你可以说分手啊，你不能赖着，你是不是在摆烂？是，哎，承认这个就行了。他认了，他摆烂了，你得到什么了？什么也没得到。所以今天我们逼着他承认他摆烂了，他没面子了啊！你什么也没得到。那还折腾吗？咱自己把咱自己工作做好了，行吗？行。哎，所以他已经承认摆烂了，咱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还着急他找工作吗？还是你想分手了？直说。我想分了。哎，咱们能把实话给挤出来就行。他想分了，行不行？行。轻松点没有？轻松了。现在你心里顺点气没有？顺了。咱在北京能开启咱自己的职业生涯了吗？可以。哎，得了，这不就行了吗？我们把问题就能解决了，是不是？已经决定分了啊，决定了。那我再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到底为什么分？其实你看不上他了，即便是他按你的要求去做这个保安的工作，你觉得要急需解决现在的这份经济难题，你也一定是不满意的。其实我很想问你，那你究竟看上了什么？我觉得这是你下一步要去思考的问题。至于小伙子，我觉得刚才雷老师跟你讲的，上海有这样一份高薪的工作，你去不去？你最好去，因为他要找到的未来的那个人，一定是一个他值得仰望的人。他听你的话，到了北京，但是你现在又让他回去，他又不回去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视野和他的想法全变了，不一定是你变了，他变了。所以今天你的摆烂给了他足够的想要离开的理由，但是他闯不过自己的这道关。为什么？因为他骨子里有一份传统，他觉得他是为了一份爱奔赴到了这个地方，无论如何他得把这份爱情修改成他想要的那个样子。你不用跟自己较这个劲。我们每个人的这一辈子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不停蜕变的，但是前提是你不要以伤害别人成为自己前行的垫脚石。他有他的人生规划，就像你说你累了，你一个人赚钱，我累了，你累了为什么不能接受他也累了呢？两个人在一起该是什么样？也许我会把这番话，因为雷老师已经说你们两人都已经非常明确的摊底牌了，就是能接受分手了，那我就送一句寄语，真正两个人在一起，如果未来要走过一段漫长的人生时光的话，两个人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并肩前行的，有的时候是要接替上场。你低谷的时候我一个人扛，我低谷的时候你一个人走，但是这个家是在往前走。我希望这个话不管将来是不是你们在一起，或者各自寻找到了各自理想的另一半，都要记住这句话，不要在对方低谷的时候去轻言抛弃，但是也不要在自己高光的时候去找到自己的骄傲，努力维系。说到这，谢谢吕老师，请我们两组嘉宾回到门后。
欢迎大家登录微信区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第一组小情侣，他们俩会不会出来啊？这小康和亦菲，来吧，3、2、1，请开门。这个应该会出来，因为这个女生很纯粹，她就要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心疼自己的人了。没了，没出来。哎呦，其实这是个好姑娘，但可能他男生的这一个异性缘真的刺上他了。来吧。看小恒和小李吧，有的人站在台上呀，嘴上说着坚定，但还真不一定最后怎么选。就那个门后头，我去看过一下那环境啊，在一片昏暗当中，俩人都说好了，你也要分，我也要分，跑到那儿就俩人面对面黑漆漆，可能改主意。也有可能是，所以有的时候在台上的表达不一定就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哈。那如果同样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想要来到我们爱情保卫战参与录制的话，联系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去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和公众号跟我们取得联系，但切记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那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组嘉宾小恒和小李他们两个人是如何选择的呢？请开门。这个再开门也不会出来了，不会改变了，因为他们的耐心、真心全部消耗完了。这出不来，出不来，不可能，没了，这出不来的。没有惊天逆转，不是来爱情保卫战，有些时候也是一种解脱。就是说嘛，这个给了一个分手的一个台阶嘛，对吧？还年轻，希望他们都能够遇到更好的爱情，成长为更好的自己。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我老公哥们参加我俩的婚礼，哥们喝醉后，我老公把他搀扶回家，哥们在自己家中过世，我老公尽到了照顾的责任，还需要赔人家钱吗？根据民法典规定，一般侵权责任适用过错原则。你老公的朋友喝醉酒后，你老公将他安全送到家里，这说明你老公已经尽到了初步的照顾和护送义务，因此你老公承担赔偿责任的风险较低，但是并不代表绝对没有责任，关键要看你老公是否存在过错。比如第一，饮酒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强迫性劝酒；第二，明知朋友患有严重疾病仍然劝酒；第三，送到家时，朋友是否已经完全失去了自理能力而没有采取紧急措施，包括及时通知家人送到医院等。我们下一期爱情保卫战再见啦！